昨天看到有网友留言，为什么肖战不能明确的出来澄清，说明那个炒男男 CP 的轨迹，工作室发播也行。我知道他很多年前发过一次了，但是至今2024年了，真的很好笑。发个4张明信片的照片是给粉丝的祝福，一样被扭曲为男男 CP 和蛋糕姐 CP 各自解读课堂，又是想弟弟想妹妹的。我昨天没有发新的影片，因为我在准备新影片的物料。因为我看到肖战发的4张明信片是在横店清明上河图园区，肖战照片上打卡的是东方好莱坞横店影视城最具魅力的景观，我就想到我去年底去了一趟台北故宫参观，看了肉形石、翠玉白菜、清朝乾隆皇帝的玉玺，还有古代的兵器，其中我还参观了清明上河图动画版，这很有趣。清明上河图是写实风俗画的杰作，受到历代喜爱，因而有许多仿本的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是清苑本清明上河图，台北故宫就是这个版本的。说回肖战，不能明确的澄清说明那个炒男男 CP 的轨迹这件事，是因为牵涉到后面错综复杂的资本。举个例来说，王一博在谈所有商务及影视资源时，都会拿博君一笑 CP 的基数去谈，肖战粉丝会嗤之以鼻，你看吧，他就是卖腐吧，他的唯粉都跑光了吧。但是他这个行为在业内，在他的背后的金主的眼中被默许，甚至允许，而且鼓掌欢迎的。还有，他的确是花了大钱在养护博君一笑 CP 群体，也是花了心思的，下了脂粉卧底到粉丝群里的，就是职业粉丝带头在嗑男男 CP 的。但是为了不让摩托姐姐泪奔而脱粉，王一博表面上还要装得很嫌弃王八乌龟的样子。然后王一博是认领过博君一笑的哟，早在2019年时尚芭莎慈善之夜，还有博君一笑希望小学流向的基金会里的重要成员名单，这些大佬成员都是后来他这几年代言过的公司，这是公开资讯能查到，不是随口一说的。王一博近期用了这个群体，向他背后的资本方证明，他是有粉丝有人气流量基础，然后这个嗑 CP 的群体还人傻钱多哦。那他的代言实际中，凡是能叫得出名字的高大上品牌，都是来自祖传的代言，也就是说，这些资源是接手了乐华一哥韩庚。王一博早年去韩国发展就是给韩庚伴舞的，这些都是你们早已知的公开情况。这还没完，说点你们不曾注意的公开资讯。有网友说他对王一博没兴趣，不想看到他。巧了，我也是，但是我对于王一博背后的资本炼金术十分好奇。王一博这些年的影视资源，打开看出品方、发行方一长串名单又臭又长，那绝对是离不了杜华汉公司大股东很会招商，让你以为王一博好像在业内很吃得开，看起来是吃了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其实他背后的资本万变不离其宗，都来自如意影业，而这如意影业正是乐华娱乐的大股东之一，这在公开上市讯息都有揭露的。如意影业去年投入22亿人民币，贷款60%贷来的，入主了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万达影业。网友在台面上能看到的，就是推出来的陈曦，就是陈芷溪为新的万达电影董事长。说个题外话，陈芷溪为首的资本也曾向肖战招手过，但是发生数字事件后，资本又转风向了。还有，那时帮肖战谈商务的是新力及汉宋，替他谈的都是阿里系短期代言，加上数字事件时，肖战承受全网巨大恶意营销的攻击，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以后再回想死去的记忆。说回陈芷溪，其中其如意影业幕后真正能做决策的，又是来自含有腾讯蔡家资本的柯立明。2020年，港股恒腾网络宣布以72亿港元全资收购柯立明旗下的如意影业及南瓜电影。南瓜电影是搞串流平台的，恒腾网络分别是来自恒大地产和腾讯。随后，恒大资金难以为继，就被腾讯全资收购了。然后，柯立明这个人的崛起有些传奇，他本身是在香港做投资圈出身的，杜华的现任同居人也是由辅导公司上市的经历。这故事中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分享。这些大佬的人际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先不想网友被绕晕。总之，
乐华现在之所以能够印股票换钞票，少不了上述金主的助力，所以他们这群因利益结合的资本是非常懂财务杠杆的操作，就是以投入最小的成本，将边际利润最大化。比如用爆火的陈情令炒男男 CP， 既可以恶心校战，又炒话题的同时，还能顺道赚大钱回流到王一博背后的资本方。那王一博本人是直男，又为何愿意配合？我只能说，当一个人不要脸时，那就天下无敌了。摩托姐姐时常吵着要王一博和乐华解约，试问离了乐华的资源倾斜操盘，你认为王一博还能有这样的光景吗？再者，王一博的学识确实不够，通常他的公司要他做，他就做。炒男男 CP 既能可以恶心别人，又能炒流量变现，他做不做？也就是说，无论王一博背后的资本的形式上有何种变化，他在娱乐圈存在的本质始终如一，就是以服务于资本的方式存在。资本想为观众吃屎，就问你们这些观众要不要接招呢？就像有记者问王一博，你觉得爱豆和演员有什么差别？他说，都是赚钱，没什么差别。大家也不要觉得很炸裂，娱乐圈就人们常说的那样，影视行业的水比大海还深，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最后，你们只要知道一件事，肖战不愿在剧宣之后再冷饭热炒，确实和前同事都没有谈恋爱，不愿诈骗观众，不愿炒男男 CP， 也不愿炒男女 CP。也许现在看来他失去了好多捞钱机会，好傻。但是时间会告诉你，肖战是有在坚守底线，他是爱惜羽毛的人，也唯有这种德艺双馨的明星，扎实在打磨本业的他，这样的好演员才值得赢取我们的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网友可以理解吗？与其一上来是与否的一翻两瞪眼，我更喜欢用实物举例，但没法展望未知的，因为我不是预言家，而且娱乐圈这产业确实水深，许多台面下的事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如还有要提问的，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探讨。另外，还有看到前一个影片的评论区有网友留言，希望小编能够保持初心，感谢。我看到了，谢谢这位网友的指教。我追星也4年多了，我能大声地说，我是一直保持这个状态，而且越来越好。这些年肖战的粉丝来来去去的，我也看多了。有的人追星追着就去追营销号了，忘了自己一开始来的初心。分享一段心灵鸡汤是这么说的：人生旅途中，遇见来来去去的人太多，成为知己的并不多，能保持联系的更少。但有些人你会放在心上，不是因为他做什么，而是他的个性、自然、温暖以及不强求。最后留下的不是那些个性鲜明的，而是懂得尊重，并理解你生活中所遇见的苦与欢，适时给予拥抱，并不情绪勒索的人。几年前，有人看我不爽，那人看我不爽的理由待会说。曾经有人跨平台直发我，内容大致上是肖战粉丝是禁止开微博共享，这点我是同意且有保留意见的。因为微博之所以闹哄哄，时常有别人的粉丝过来引战，然后肖战粉丝被迫出征踏平，甚至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就是这些引战的人开了微博共享，不论事后他们是否有被按在地上摩擦，他们需要透过饭圈互撕引战，用这种拉链的方式维持热度，用这些一来一往的留言来赚取微博共享收益。还有一种人，他在肖战粉圈内部开了数据群。还记得一位叫宝哥的肖战粉丝吗？刚开始追星的前2年，我也是都跟着这位中年大妈做数据的，但是这位大妈后来却被其他肖战粉丝给出征了，是因为她发生了2件事。其一原因是她在肖战正在播的电视剧中，那时在播剧是《王牌部队》，在爱奇艺平台上架，她带头刷了无用的弹幕，引起了追剧路人的反感。她刷了什么词条？她说顾一野是她这个年龄段的，所以大家不要和她抢顾一野。于是和她一起无脑刷数据的人就一时间刷出大量的白痴词条。顾一野是宝哥的等弹幕词条，弹幕量的数据是好看了，但是这种淹大水弹幕后来也被爱奇艺清掉了，理由是影响追剧。还有不少路人问谁是宝哥。其二原因是他时常不知从哪里找来许多微信小程序，要大家投票，
那时我是有2个微信粉丝群的，现在我都退掉了，避嫌。那时每次有小伙伴搬进来微信群，要大家投票，都说投票拿到第1或达到热度目标后，商家就会在不同省份投放多块免费的校战大屏。我曾质疑这奇怪的奖励方式，比如商家后来有无投放大屏，这又是谁会去对接并盘点及核实呢？大家只知有人会对接，是谁不知。再后来，等到宝哥刷了无用数据一事被议论后，就有人怀疑宝哥是否开了微博共享，不然怎么总是做一些不过脑子的事呢？讲直白一点，就是看起来很脑残的行为。后来也是证实了他这一切的带领粉丝刷无用数据，是为了给自己的微博数据增长共享收益，包括他那数十个爬数据群，后来也都解散了。当时我并没有站队宝哥，我知道有营销号直接做视频讨论了这件事，并站队宝哥，理由是这微博共享金额是微博发的，不拿白不拿。我看到这些言论，我当时就笑了。营销号说的也没有错啦，只是我更明白了，这个营销号就是不会管校战的死活。倘若营销号若有软肋，那营销号的软肋那一定是钱。古人说钱能使鬼推磨，一点也不假。说回我不认可宝哥刷数据的做法，就如同上述那2个原因，我认为数据群劳苦功高是不可磨灭的事实。我也跟过宝哥的数据群，跟着大伙人做数据，理由也很简单，不论是校战或内娱的任何一个明星，出去外面谈商务、谈影视资源，都需要数据。数据如果不重要，那为什么每次代言、每次播剧，那些内娱的明星都要买水，让他们的数据发大水？数据如果不重要，那些明星为何又要营造虚假繁荣呢？看破也要说破，因为那些明星并没有真实的活人粉丝，有经纪公司当靠山的明星，自然有经纪公司去张罗一切资源，花大钱去买，强营销，全网吆喝放送，先赚足牌面再说。那只有草台班子的明星，又穷的只剩下粉丝的明星怎么办？那就活人粉丝都要上啊！即使活人粉丝总是干部不过别人家开机器，也不能妄自菲薄。人是活的，机器是死的，活人的优势在于灵活且有感情的。所以若宝哥当时不犯上述的错误，我的保留意见是，粉丝要懂得机智追星，只要是能做出有效益的产出，甚至瞎圈的剧评、写手、画手、剪刀手老师，只要不引战，不刷无脑数据，他们开不开共享又与我何干？只要他们不损害校战的权益，那有影响到我追星了吗？说回这位跨平台直发我的人，大概率他以为我是营销号，但是我并不是。早在几年前我就回复过他了，在成为粉丝之前，我早就已是一位 YouTuber 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人提出因为我引战了，我这边要说明，我从不主动引战，而且我这个人挺鸽派的。事实上，我超害怕我在 YouTube 公开支持校战，会给校战带去困扰，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有时很耿直，爱恨很分明，又怕人家说我是境外势力，所以我一开始没敢先说我是台湾来的 YouTuber。不过，我祖先确实是从中国大陆福建省福州来的，有宗祠的堂号可溯源，可能是明末清初就移居搬来台湾的。我们这些从福建过来的子子孙孙，已在台湾居住了100多年。而我在台北天龙国出生的，是在台湾长大的小屁孩。插播一个我自己发生的事，我曾在微博主动和一位校战中大粉私信，友善的私信询问，我主要是想问，抖音某个大粉被爆出买黄牛票并高价卖给粉丝，他知道这件事吗？因为我看这位校战中大粉在抖音和这位后来消失的某个抖音大粉时常在评论区互动耶，我截图给这位校战中大粉看。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我正义感爆棚？我有时候也这么觉得。虽然这位校战中大粉撇清与抖音大粉关系，并表示他没参与，他不知内情，不能评价。本以为大家都是追星校战的同担，能聊在一块，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但是在随后，我和对方表示我是台湾来的虾，因为也是担心自己同担被骗，所以才冒昧的问他。组织对方一看到台湾来的虾就不讲话了。至今我仍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话。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弯弯来的，我懂，早就习惯被排挤了。
所以我在微博更安静地做事了。当然，该出钱出力的也没有落下。至于那位网友说我引战的部分，我后来又自我反省这件事，你还真别说，没有人天生喜欢被骂被指责的，尤其夜深人静时，我会反省到很恐慌而失眠。后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我提到的绝代双骄、西门子、绝望的文盲，刚好提到的都是他的小心肝呢？不然我想不到，为什么要说我引战？当别人贱嗖嗖的来你家门口大小便，我还不能斥责他们这没有公德心的行为？我还不能在我家门口洗地吗？好吧，就刚好看到这则留言，一时之间，多年前死去的记忆突然攻击我。我很抱歉让大家听我发表一些没有含金量的感想，气氛好尴尬。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这里是海外平台，我是一位 YouTuber， 是一位自媒体工作者，是一位频道创作者，我是 YouTube 的合作伙伴。影片每1000次播放有1块钱美金的收益，这公开资讯都能查询到。为何 YouTube 2年前就有频道会员的功能，从不屑开通到我现在才开通？一则是以为觉得不需要，但是真的被举报到怕了吧？目前 YouTube 只有频道会员才可以享有仅粉丝可见的功能内容。二则是我觉得是我在变相缴保护费给 YouTube， 因为频道会员所支付的每1块钱都是 Google 全拿后， Google 用自己不公开的运算式算出一个数字，再分润不到60%的会员费给频道创作者。所以这是 YouTube 在广告主不下单后才想到的开源的方式吧。反正你以为的和你认知的都可以在公开资讯网页查询到获得解答。如果你想知道我1个月的频道创作可以赚多少钱，网站上有个公开的网址，是可以输入 YouTuber 频道后就是算每位 YouTuber 的身价。不过那并不准确，因为我被 YouTube 停权时，它照样能是算我有收益的身价。好可笑。事实上，被停权就表示频道创作收益为0，然后之前还没向 Google 领取的收益就会被 YouTube 扣着不发放。我通常会设定频道收益超过美金100元以上，再发放付款电汇代码，不然这跨国的银行手续都要10几元美金，挺贵的。而我这个频道从去年8月迄今已被停权了，期间换了其他频道仍又被举报停权，最近1周这个频道才被解禁，允许申请自证，在自证通过后才能复权。我要说的是，即使我没有 Google 收益时，也不影响我照买校战的代言，照样给校战做数据。我是可以为了追星校战，给他当免费工上传影片，即使是免费工，更可以费尽心思，用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做出影片给大家看。这是我追星安利校战的方式。事实上我一直如此，但是我不愿免费给 Google 打工。凭什么 Google 能免费要我的流量？凭什么阿猫阿狗举报我就要给我停权？所以倘若没有像我这种决心的人，就不要像个阿飘似的仙女突然下凡来贬损我。尤其是同单，会令人寒心。同单不是用来糟蹋的。如果对我有影片有意见，也希望网友能情商高一点，好好说。只要不是来挑事的，我都会回应。如果是同业竞争，那就凭实力说话啊，根本不需要总来100多号陌生人网暴我，还把我搞到账号停权。炸1次2次我还能忍受，大不了砍掉重练。当连续4年间被炸了无数次，随着被处罚的时间从1个月变到3个月、6个月，然后又是追着炸号，这种劣币驱除良币的方式，我现在老花眼这么严重，还能在这里坚持输出，却一直被告，我的心态也是会崩溃的好吗？虽然我依然表面淡定，看似波澜不惊，对，就是死要面子，我没表态，并不表示我没有正在郁结，而正也是这些因素，才促使我下定决心要转型为画手，然后继续砍掉重练，提升自身能力。说着说着，我都觉得我这追星的方式，好像打不死的小强，爱我痛恨小强。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大家如有疑问可以提问，同单之间良性的互动才是好的追星氛围。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